传统功夫要想实战，必须要经过科学系统的实战训练，要循序渐进地培养出攻防、位移、距离、节奏、反应、时机把握等等这些最起码的不用经过大脑思考的身体本能。如果缺失了这个环节的训练，哪怕你师傅是孙悟空，也照样挨揍。同意我的看法，就请点赞关注。古法实战训练和盘托出。很多人认为传统功夫只表演套路不实战，这也不对。在民间的传统功夫这一脉络，还有少数人在坚守着古法的实战训练。传统功夫的实战训练讲究循序渐进，非常的合理，大致分为4个阶段：位手、拆手、抢手和散手。首先在位手的阶段，是师徒之间或者师兄弟之间互相的位，将每一手的技术动作都要展示出来，不能再藏着掖着。这个阶段的训练目的是要明白这一手如何使用，它的打击距离有多远，路线怎么切入，进攻的部位都有哪些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是最合理的，以及作用在人的身上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感觉，让身体找到一个最初步的拳感。接下来是拆手的阶段，你这一手过来，我如何防御还击。不同的打击部位都会运用到不同的防御技术，攻防双方由慢到快，一下一下的，要将每一个技术动作都要吃透，交代清楚。像这样每天大量反复的练习，其目的就是要形成身体的记忆，因为在真正打的时候，彼此的速度都非常的快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想。如果还要想，就证明功夫还没有练上身。像这样每天练习练到滚瓜烂熟以后，就晋级到了抢手的阶段。通过之前的练习，开始慢慢熟悉每一个动作的使用方法后，就可以慢慢的脱离口令，一攻一守，在规定的几个技术动作内随机的出招，随机的拆招。一组训练结束后，就攻防互换，反复的打磨，出手时机的把控和预判的能力，就是在这个阶段慢慢培养起来的。这个阶段的基础夯实了，就自然而然慢慢过渡到了散手阶段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战。传统功夫实战与现代搏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手指小技术的运用。现代搏击因为带了拳套，制约了手指，拳来脚往，动作一下一下干净利落，具有良好的观赏性。而传统功夫的实战习惯控制性的打法，利用接手搭桥，用手指或手腕的技术控制对方的重心后再火力压境。因为大多数人在发起进攻时，首先要站稳，一旦重心被打破，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重心的回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勉强出手，也不会有太大的杀伤力，这样进攻方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，避免受重伤。当然，这种打法比较的理想化，当双方实力相当，都明白这个道理，彼此都不会轻易递手让对方搭桥，那就只能靠步伐和位移来控制安全距离，并时不时做出一些干扰动作试探对方。大多数传统功夫讲究守时而待命，后发先至，而我师傅教我的形意拳的实战理念，是在传统功夫中属于极少数的强攻型拳法。主动创造近身的时机是一切的关键，培养这样的作战意识需要长时间的实践，慢慢积累。所有的实战高手都是实打实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在汗水与血水中慢慢锻造出来的，千锤百炼方成钢。其实很多练过现代搏击的朋友心里都清楚，要能实战并不难，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方式，几个月半年就能打。通过传统武术圈内各位同僚们近几年的不懈努力，这套古法实战训练体系又将重新开启。目前在圈内已处于小规模的实验阶段，不过现阶段的瓶颈是比赛规则的制定。如何体现传统功夫实战特色的同时，
又能够尽量保护选手，避免遭受永久性无法修复的伤害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传统功夫的实战擂台将绝地而起，我们因为功夫节目组也会走进其中，逐一为大家揭晓。视频前的您对传统功夫的实战训练有什么建议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不过相比较实战技术，最难的其实是功力的提升，这也是为什么轻量级的选手哪怕将技术发挥到极致，在擂台上也很难与重量级相抗衡。俗话说，练拳不练功，到老一场空。没有功力的支撑，一切技术都是花拳绣腿。喜欢我们栏目的朋友，可以在因为功夫栏目主页的这个位置为我们充电加油，让更多朋友感受功夫的魅力。返满88BB 的朋友将会收到节目组为您准备的一份小惊喜——传统功夫的功力训练，下期揭晓。